女同学每天收到一支玫瑰花，今天却是个例外。男同学手捧一大把玫瑰，朝着女同学走了过来。这本身就与往日不同，更令女同学意外的是，男同学手捧着这一大束玫瑰花，走到近前，并没有递给女同学，而是单膝跪地，把这一大束玫瑰花举过头顶，递到了站在女同学身边的她的闺蜜的胸前。小琪，请接受我的感情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女同学柳树枝已经是目瞪口呆，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男同学潘仁峰不是一直说喜欢我吗？3年多来从未间断，天天来送玫瑰花，我都没有答应做他的女朋友。哦，合着你说变就变啊！昨天还说喜欢我，今天就转脸爱上了我的闺蜜，你可真不要脸！柳树枝刚想到这儿，更大的刺激迎面而来。闺蜜贾小琪愉快地接过玫瑰花，点头答应了潘仁峰的求爱，两个人居然拥抱在了一起。在他们3个人的周围，学校球场上以及球场旁边站着的同学们都齐声欢呼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那气氛就甭提多热烈了，仿佛那获得爱情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自己。柳树枝是又羞又恼又生气，扭头便跑回了寝室，往枕头上一趴，就哭了起来。室友们都很纳闷，这位柳树枝同学几年了，从没见他发过愁啊，总是乐呵呵的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感情一直给他送花的那个男生潘仁峰，忽然不送花了，改成追求贾小琪了，成了贾小琪的男朋友。哎，树枝同学，你不是一直都拒绝那个潘仁峰吗？给你送了这么久的花，你都没有答应人家，说明你是真的不喜欢。对于一个不喜欢的人，他爱做谁的男朋友就做谁的男朋友呗，你又何必这么难过呢？室友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这么一劝，柳树枝哭得更伤心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其实柳树枝一直以来也是很喜欢潘仁峰的，只是由于那个闺蜜贾小琪总是给自己出主意。树枝，你可不能随随便便答应男生，太容易得到的他们都不会珍惜。可哪成想，就是这个贾小琪，她今天竟然公然地抢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男朋友。不行，我必须采取行动，把潘仁峰夺回来。结果第2天就听说了，那潘仁峰和贾小琪2个人打算毕业就结婚，现在距离毕业已经不足1个月了。哎呀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夺回潘仁峰呢？柳树枝正在发愁的时候，室友侯玉婷悄悄告诉他一个秘密。树枝，以前不知道你们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一直没敢跟你说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为什么以前贾小琪经常单独跟潘仁峰窃窃私语，原来他是一直都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，取悦潘仁峰啊，让潘仁峰觉得他才是温柔可爱还很聪明的女生。这不，现在果然潘仁峰变心了，成了她的男朋友，马上一毕业就成她的老公了。柳树枝这么一听，她全信了，更加的怨恨闺蜜贾小琪。哼，姓贾的，本姑娘一定要戳穿你，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人。柳树枝找到潘仁峰，汤汤汤一通输出，就把在室友侯玉婷嘴里听到的，以及这几年来贾小琪都是怎样劝说自己，让自己故意不接受潘仁峰求爱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全讲了一遍。潘仁峰，这回你该明白了吧？咱们都是被贾小琪给耍了，你难道真的要娶她这样一个心机如此之重的女人做你的老婆吗？潘仁峰听完这一番话，上下打量了打量柳树枝，然后皱着眉想了一会儿，
最后他轻轻摇了摇头。柳树枝同学，相对于你的这些个捕风捉影，我更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我认为小七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我还是愿意娶她为妻，也祝福你，祝你将来找到更好的男朋友。柳树枝面红耳赤，回到了寝室，思来想去，怎么也想不通，更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一时糊涂，他抄起一把水果刀就割腕自杀了。幸好被室友侯玉婷及时发现，慌手忙脚帮柳树枝包扎起伤口，送进医院抢救，总算是有惊无险，救回了柳树枝一条命。活过来的柳树枝在老师同学们的劝说之下，总算是想开点了，他不死了。不过柳树枝在心里暗自发誓，贾小琪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你们不是毕业就结婚吗？我要破坏你们的婚礼，让你知难而退，乖乖的把潘仁峰还给我。可是难题又来了，大家都知道潘仁峰是海南省的人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家乡的准确地址。同学们不清楚，老师也不告诉，柳树枝为了难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眼瞅着还有3天，大家就各奔东西了，以后再想打听潘仁峰的家在哪里，就更难了。哎，正在这发愁之际，好室友侯玉婷又来做好人好事了。他递给了柳树枝一个字纸条，柳树枝打开纸条一看，原来正是男同学潘仁峰的家庭住址。玉婷，你是怎么搞到的？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他的地址？侯玉婷神秘一笑，只是轻轻拍了拍柳树枝的肩头，然后一回身，扭动着腰肢，他走了。望着侯玉婷远去的背影，柳树枝回过神来，他顾不得多想了。现在既然知道了潘仁峰家的地址，我得赶快筹划，如何才能在潘仁峰与贾小琪结婚的当天，采取有效的行动，阻止他们那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幸福呢？这时候潘仁峰和贾小琪在做什么呢？筹备婚礼呀。先是双方父母见了面，一番商量之后，定下了婚礼的日期。到了正日子这一天，海南省某市的一家大酒店婚宴大厅，宾朋满座，热闹非常。婚礼司仪手持话筒，正在台上用俏皮的语言调侃新郎潘仁峰呢。忽然有一个人手里拖着一个大编织袋子闯上了舞台，这一下子不但是台上的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父母都惊呆了，就连台下的亲戚朋友们也都是吃惊不小。也只有婚礼司仪处变不惊，还算是冷静。我说这位姑娘，您是男方还是女方请来的嘉宾？这个恶作剧可是真意外呀，怎么你也穿了婚纱呢？是走错场子了吧？没等司仪把话说完，登上台的这位姑娘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话筒。我叫柳树枝，潘仁峰本来爱的是我，他是被这个阴险狡猾不要脸的狐狸精贾小琪给蒙骗了。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，让仁峰知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说到这儿，柳树枝打开手里的编织袋子，往外一抖，原来里面装着的是1000朵玫瑰花，大概这意思是代表潘仁峰几年来送给他的那些个玫瑰花吧。然后噌的一下子，柳树枝抽出一把尖刀，对准自己的手腕，就要割腕自杀。其实啊，他这次自杀一多半是为了吓唬吓唬大家，做样子给潘仁峰看的。可没想到，距离他最近的婚礼司仪反应太快了，伸手就去夺刀。可惜这位司仪手法差了点，夺刀的同时啊，用力过猛，刀尖向下压了有半寸，正好划破了柳树枝手腕上的血管。得，弄假成真了，柳树枝再次被送往医院。住院养伤的时候，
病房里有一位特殊的病友，是一位出家人，尼姑庵的庵主师太定慧。真奇妙，经过定慧师太的一番劝导，柳树枝思想很快就转变了。他放下了这一场情感的纠葛，走出医院，便踏上了回家的高铁列车。潘仁峰和贾小琪呢，在婚礼上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之后，继续完成了结婚仪式。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甜蜜，顺顺当当。5年的时间，他们生下了一儿一女，孩子聪明伶俐，夫妻和睦恩爱，父母也都是身体健康。可就在儿子5岁，女儿3岁这一年，一家人出外游玩，下海游泳的时候，看似平静的海面暗藏着一股离岸流，悄然迅速逼近，将贾小琪裹挟进了深海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失去妻子的潘仁峰非常痛苦，很久不能从悲痛之中走出来。父母就提醒潘仁峰：孩子，小琪他生前到山上的尼姑庵去许过一次愿，后来还没有去还愿，人就出了意外。要不你到那座庵堂里替他去还一还愿吧，或许心情能够好一些。于是潘仁峰带着一些贡品来到了尼姑庵，按说平时是不允许男众入内的。说明了情况之后，庵主师太特许让潘仁峰替妻子进庵还愿。还完愿之后，潘仁峰就准备出门下山回家。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刚到庵堂的门口，他是大吃了一惊。怎么回事呢？门旁边有一位尼姑正在低头扫地。这位尼姑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大学同学，自己追求了好几年，天天送玫瑰花都没有追到手的校花柳树枝。柳树枝也是有些意外，但是比潘仁峰平静得多。原来啊，自从大闹婚礼意外割腕受伤，住院遇到定慧师太，被定慧师太一番开导，思想通了的柳树枝回到家乡，找了一份工作，安安稳稳的上班。2年之后，柳树枝厌倦了尘世的一切，在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，他南下海南，找到了当初遇到的那位法师，也就是今天这所庵堂的庵主定慧师太。定慧师太收下了这个徒弟，赐法号了缘。了缘已经在这里修行3年多了，可谁成想，这位了缘还有未了的缘，再次巧遇了潘仁峰。半年之后，他还俗了，与潘仁峰低调成婚，过起了平静却又繁杂的世间夫妻的生活。了缘柳树枝临下山的时候，师父定慧双手合十，嘱咐他不要纠结，下山之后一样可以修行。不管人在哪里，关键还是你的这颗心呐。